大家好，在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我先跟大家介绍一家餐厅，它就是1954年在北京成立的莫斯科餐厅。这家餐厅呢，承载了北京人很多的记忆而且呢，它还有很多非常有名的菜品，包括像奶油松露蘑菇汤、奶油烤鱼、红菜汤，还有俄式土豆沙拉等等。那今天我要想跟大家分享的这道菜，就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第一次在莫斯科餐厅吃到的俄式土豆沙拉。顾名思义呢，这道菜肯定是要用土豆来做了，所以我们选用土豆4只、黄瓜2根、甜豆1碗、鸡蛋4个，然后就是火腿。也有朋友呢会喜欢使用午餐肉，可是我是觉得火腿呢会比午餐肉要更健康一些。然后呢，我们把土豆放到锅里面，把它煮熟。煮的土豆呢，我建议是使用这种比较硬一点的土豆，而不是要那种比较沙、比较面的土豆。把鸡蛋煮熟，晾凉，然后再烧一点开水，把这个甜豆放到开水锅中焯一下。下面我们来切火腿，剪开包装之后，我们将火腿切下来2片，然后把它切成大概1厘米见方的小方块，全部切好后，将它们放到一个大的容器中备用。下面我们来切黄瓜丁，同样把黄瓜呢都切成和刚才的这个火腿粒大小相等的小方块。我们在切这个黄瓜丁跟火腿丁的时候呢，切记不能把它们切得太大了，因为这道菜呢，沙拉里面所有的食材都切成颗粒状，那么土豆粒是最大的。如果我们前面的黄瓜粒儿或者说是火腿粒切的已经很大的话，那土豆粒就切得会更大。那这道菜从样子上和口感上就都会不太理想了。所有的黄瓜丁切好之后，也都放到大的容器当中备用。将4只煮熟的鸡蛋去皮之后，把鸡蛋也都切成和黄瓜丁、火腿丁大小相等差不多的这种颗粒状，也都放到盘中一起待用。下面呢就是土豆，土豆是这道菜的一个关键。这个土豆呢不能煮得太烂，我们煮到差不多筷子杵进去的时候不是那么轻松，但是也可以杵得透，这种状态就够了。煮好的土豆从锅里捞出来以后，在室温下静置大概20到30分钟。一方面呢，让它的温度可以降一下，在去皮的时候手比较容易拿得住；另外一方面呢，也不至于把它完全凉透，因为完全凉透的土豆去皮就不太好去了。和前面的食材一样，我们也把土豆呢切成小块。那这个土豆的块呢，就不能比前面切的这个火腿呀、鸡蛋呐和这个黄瓜丁切的再小，它们要比前面几种要略微大一些。那我现在用勺子把整个的沙拉搅拌一下，我来观察黄色、白色、绿色和红色这几种颜色之间的是否够均匀。那我发现黄瓜的这个绿颜色呢，比我想象中的要好一些，不是差的那么多，所以我用的甜豆呢，只用半盘加进去就可以了。下面呢是调味，我用的就是这种蛋黄酱。那在国内以前有很多的朋友们也都是使用的像丘比特的这种沙拉酱、蛋黄酱根据自己的口味吧，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蛋黄酱的。但是说实话呢，我其实更怀念以前小时候那种自己家拿炒菜油和鸡蛋黄打出来的蛋黄酱的味道。然后将蛋黄酱和其他所有的食材全部都搅拌均匀，根据自己的口味，我们适当的加入盐和白糖。我还是那个观点，不要过分依赖配方，一定要相信自己的舌头。所以呢，大家在这个时候要尝一尝它的味道，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做适当的调整。那这道简单的俄式土豆沙拉就做好了。其实大家还可以根据它这样的做法呢，做很多自己的发挥。比如说，可以在它里面加上苹果呀、甜椒啊、牛油果呀，或者说是洋葱啊，那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不同的喜好和口味，都可以做出自己的调整，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土豆沙拉。那今天的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请记得一定要点赞、订阅和转发哟。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